怎么回事啊？说呀，怎么了？怀孕了。真的假的？这好事啊！高考已经进入100日倒计时了，这个时候时间就是生命。能考上重点本科大学的，想拼一把上清北；能考上本科线的，要拼一把上重点大学。大家都希望着向上爬，向高攀，希望着再努力这100天，命运好像就会改变了。我不止一次错把满地的月光当成是海洋，可是有谁能让自己的脚印？方一凡开始了边艺考边复习文化课的生活。我现在白天开车，晚上配音，顺带还给他们做饭，每天都很充实。说累肯定有点，但跟家人一起共克时艰嘛。屠杀革命者，我们被迫发动了起义，就是要向世人证明我们还活着。自打从深圳回来，宋茜和乔卫东为了英子，开始试着接受彼此。英子的状况也一天天变好了。老纪呢，也在坚持给刘静煲汤，照顾她。为了爱，大家都在努力做着原本不擅长的事情。包括洋洋也是一样。自从他妈妈生病以后，他就像变了个人一样，每天都在努力的学习。大家这么努力的改变自己，只为了让小家能过得更好，这真好。对我们家来说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方一凡艺考成绩不错，一路过关斩将，通过了初试、复试、3试，拿到了北京舞蹈学院、中央音乐学院还有南京艺术学院3所院校的合格证。我和童文杰高兴坏了，看来方一凡真的是有天赋。我们俩做梦也没想到，我们家会有人吃上艺术的这碗饭。一家人的努力也都没有白费，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日子也在一天天的流逝，转眼就来到了3月下旬。这不，马上就要一模了。过了一模，离高考可就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。哎，老自催我得走了。哎，不行，你接着弄吧。我都给你弄的这些凉拌菜。我拿点鸡蛋可以了。不，你再拿2个。啊，只用了2个。哎呀，再拿2个。14个鸡蛋呀。嗯。你怎么了？哎。啊？怎么了？没事。那行，我走了啊，老纪等我。好，注意安全啊。我注意好。美蕾，凡凡，起来了，起来，赶快吃饭了。来了，走，妈。走。来。
给你们蒸了个粽子，蒸了个糕，一会儿再下个状元水饺。今天一模考个口彩，2个小朋友今天高中状元啊！哎呀妈，我这艺考都过了，没问题啊。你给磊儿吃吃去吧，来磊儿。磊儿，不是磊儿，咱都说好了，吃饭的时候别一边吃一边看书，对胃口不好的。磊儿，别看书了。你怎么了？赶紧先吃饭。表哥，我得看看，语文不是我的强项啊。语文不是你强项，你哪回没考第一？哪回耽误了？这回可不一样，这回是一模。对，磊儿说的对，我告诉你方一帆，这一模是很重要的，往往一模跟最后高考的成绩特别接近。你们要是早生几年的话啊，那时候先填志愿，填志愿参照是什么？就是一模的分数。那我们不是没赶上吗？行了，妈，你别瞎操心了啊！我现在手上3张文考证呢啊，4舍5入就等于我已经考上大学了。你操什么心啊？没事啊。方一凡，你哪来的自信啊？人王一迪5张文考证，人500多分的成绩，人都不嘚瑟。你看你飘的，赶紧吃。妈，你看你又拿别人跟我比，都说了咱们家是鼓励教育，你天天这么打击我，这没法好好学了。行了，我饭就不吃了，走了。走了，磊，收拾东西走。这磊儿，走了，上学了。走。磊儿，拿2个粽子走。走，好，太多了，小鱼。包给你，来，走了，走，妈走了啊。这么多谁吃啊？你。哎，媳妇儿，怎么了？哎，方圆，你开车呢吗？啊，我开车呢。为什么？我就是，哎呦，我这2天老是有这种情况，早上一起来头挺疼的，然后有一点晕，就不舒服，我也说不上哪儿不舒服，然后这胸口有点刺痛的感觉。你是不是累了呀？早上起猛了，还有点感冒？不知道啊。要不然你这样，你喝个那个 VC 的泡腾片啊，再睡会儿。行，我再看看吧。啊，不行我就去医院去查查，别到时候感冒传染给孩子。那行，要不就去看一下，好吧？啊，你有什么情况跟我说啊？好，我开车，好。文杰生病了？你没有，他早上起来就感觉也是脸色不好，说不舒服，累了，估计是亚健康。这个药啊不能瞎吃，咱们这个岁数了，有什么毛病一定要赶快去医院去查一下。应该没什么事儿，喝个维生素 C 应该先躺会儿呗。不行，我觉得还是要尽早的查一下。你说刘静吧，要不是发现的早，麻烦可就大了。下一位同学，您看一下，我这头疼怎么回事啊？还有这个胸口这边这个胀。你呀，来错地儿了，不应该来我这儿看。你呀，去妇产科，你怀孕了。停笔！高考的时候啊，只要监考老师喊停笔，大家就一定要马上停，即使你没写完，也一定要马上停。少写2个字丢个5分10分的啊，但是要算成作弊，你这一科分数全没有了，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！现在开始收卷，
收卷的过程当中啊，千万不许离开座位。哎，你们今天语文考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我今儿作文跑题了，我也考得不太好。哎，行了，考完一门扔一门啊，别在那儿对了，你对完又不能去改，对不对？还影响下一门发挥。走了，我们一会儿要不要去去复习一下数学？哎，洋洋，你跟不跟我们去复习数学？我得回家陪我妈，你们就别管我了。哎呀，你记得下午考试的时间。好。我掉你！哎，行，走吧，去图书馆，走。表哥，我就不跟你们一块儿去了，我想自己复习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语文没考好啊？愁眉苦脸的。也不是，我就是心里有点乱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哇，你干嘛？你把磊儿怎么了？我把他怎么了？你怎么不问他把我怎么了？别，开玩笑。不跟我说他紧张，今天早上连个饭都没吃。哎，你说你们学霸有什么可紧张的？你是不理解，这学习越好呢，压力就越大，大考呢就越担心考不好，就怕自己从那神台上掉下来。我说你们学霸就太奇怪了，你说考好了吗？你们紧张，考不好你们还紧张。这学霸的思维啊，和我们这些普通人、正常学生的思维就是不一样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早上磊儿问我说：“表哥，你觉得我考得上清华吗？”哎，当时我都一愣了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那冬令营的事儿呗。上周结果不是出来了吗？他是不是没发挥好，最后没通过，所以就……不，没通过就没通过，他的成绩自己也能考，有什么好愁的？你看，那桃子不也没通过吗？我的分选的余地还挺大的，我又不是非清华不可，可磊儿不一样啊，他不是一直都志在清华吗？所以压力大很正常，理解一下。方一凡，我看到你那艺考名次了，考得也太差了吧？不是，你说这干嘛呀？你不好好复习，你在这儿还聊天。我聊天，我不复习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可跟你说啊，你要再不抓紧的话，你很难考上的。怎么着？你是我妈呀？啊？还是你是我爸呀？啊？你又什么都知道了是吗？鲶鱼精啊，什么都得管，是不是？什么事都跟你有关系？你是学校招生办老师是不是？啊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是拿到证了，我就肯定能进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话都说这儿了，你爱信不信，反正我已经是大学生了。先恭喜你啊，你怀孕了。不过，你刚才说这是计划外的，如果真是这样，你最好还是和你先生先商量商量，要不要这个孩子。35岁以上啊，就属于高龄产妇。你看你今年43岁了是吧？肯定还会出现一些问题的，妊娠高血压呀、糖尿病呀、甲亢，还有产后出血等等。不过，我看你这些血项的检查都还挺正常的。
我以为你睡了呢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跟你说了吗？我去配音啊。这配什么了？啊，还是太监。怎么老让你配太监啊？皇上喜欢奴才呗。讨厌。不是我这个声线主要是变化比较多端，你知道吧？我还配了一个将军，将军是粗声的，太监是细声的。哎呀，累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儿找方一凡谈了一下，我说你别掉以轻心，别以为拿了3张文考证就万事大吉了。没错。就以你现在这个成绩啊，高考还是没戏。是，那个他别以为啊，这妥妥就能上这个艺术院校了，知道吗？然后我今天早上呢，我觉得磊儿有点反常，我就找他聊了聊。磊儿心理压力挺大的。为什么呀？我姐之前的梦想就是上清华。我想你得跟孩子说啊，那梦想是梦想，你想想就行了，不上清华你还能死去啊，对吧？不能当压力，你知道吧？行，我洗个澡去。哎，我还有个事儿呢。怎么了？说。你过来坐。你说吧，走了，我这衣服脏，我坐床上。我今天去医院了。哦，对，怎么样啊？我身体出了点状况。怎么回事啊？说呀，怎么了？我怀孕了。真的假的？这好事啊！这好事啊！这好事啊，多好啊！不是你的。我知道，我都成太监了，肯定不是我的呀。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啊？37、8天了。37、8天。啊，好像那段时间好像是活动比较频繁啊，挺好的呀。我这一直想着说来个2胎，这还真有了啊！最好是个闺女，是吧？穷养小子，富养闺女，多好。你拿什么抚养现在？哎，那你今儿是去医院了是吧？医生怎么说？就说如果要做掉的话，反正以后不会再怀上了。怀吧也有一定的风险。我就是在想啊，这要真是个丫头，咱俩的，我真挺高兴的啊。你说等着方一凡和蕾蕾一上大学，俩人一走，家里空空的，咱们有个小姑娘陪着，是不是挺好的？这孩子来的现在稍微有点不是时候，最忙乱的这一年。其实咱俩也不缺孩子，是吧？有个方一凡啊，养的就够费劲的。蕾蕾现在也算咱的儿子了，是吧？这俩孩子上大学，回将来想要操的心也少操不了。主要是吧，除了心理压力、身体压力，还有经济压力。可是方圆儿，我真挺想要个女儿的。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？一小宝宝，软软的，肉肉的，啊，小手小脚。这要是个丫头的话，她长大了，给她梳小辫儿，啊，扎头花，给她买小裙子穿，小皮鞋，小公主裙，然后给她买洋娃娃。我要是有个女儿，我一定不会像宋茜对英子那样，我什么都不要她，不要她出人头地，就上普通的学校，成绩不好都没事，就平平安安的守在我们身边。你说这国家号召咱们生2胎这事儿啊，好像看网上说生的也不多，这样有闲钱有闲工夫，谁想多要几个孩子？也先别这么想啊，也许咱就把他留下来，也不一定啊，想想办法。从理智上来说呢，
有1000-10000个理由可以不要他，但是从感情上来说，舍不得呀。我们俩的孩子，毕竟要不要的话，这辈子就不可能再有了。再想想，再想想。睡不着，哎呀，老琢磨这事儿，干嘛去？哎呀，起来太好了。冷不冷？光着点。芳儿，到底要不要啊？要不然就不要了吧。我舍不得呀。我也舍不得。先不要啊，主要是不要了。哇，第1名735分，要我说呀，肯定是磊儿。哎，磊儿，735是你吧？多厉害呀！你比去年北京高考状元还高了1分，不错呀。
其实啊，这次我也考了575，我的数学题都是问他的。是吗？王一迪，你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安啊！磊儿学习好，大家都知道的事儿，都公认的事儿啊，跟你没关系。你这就是羡慕嫉妒恨。王一迪，你也别这么说，表哥有进步的。自己的实力我还是知道。不过王一迪说的也没有错呀，现在艺考也不容易。方豪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，我就这么随口一说嘛。行。南啊，这些都是500多分，恭喜你啊，考得不错哎。还行吧，但是我觉得离我想要的那个专业还差得很多。总觉得就剩2月了，我觉得怎么学也来不及了。哎，你别说丧气话嘛，你这分上本科肯定没问题。你先考上大学，然后再换专业来得及啊。谢谢你们啊，为了我妈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能成拿回来的一些资料。现在可以啊，咱们也能到台湾去上大学了啊。是啊，以前都不知道这些政策，听说要的分还不高，只要过2本线就行了。哎，那凡凡是不是也可以试试？如果有合适的对口的专业？哎，对啊，你直接拿过去吧，跟方圆讨论一下。那行，那这我都拿走了。都拿走吧，来，这些啊。怎么着，在屋里坐不住了吧？没有，我过来跟你说个事儿。我那个，我下周啊可能会忙不过来，我想让凡凡和磊儿晚上到你这儿来吃个饭。哎呀，简单，做一个孩子饭也是做，做仨也是做。谢了。谢什么呀？不是你要干嘛去？我做个小手术。啊，你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啊？我怀孕了。啊？真的？那不是好事儿吗？你要做手术，你们不要啊？想好了吗？哎呦，你在这个年纪能怀上孩子，那真是老天给的礼物啊！你们可想想清楚啊！我跟方圆商量了，他的意思是先不要了。你知道，他也心疼我。我怀方一凡的时候，不就是吐得厉害？我这次刚怀上，也是反应挺大的，不舒服。再加上现在这个年纪，我理解，我理解，这肯定是高龄产妇了。到咱们这年纪，那无论是精力、体力还是财力上，肯定都会有压力。可是，就这么决定不要了，你不觉得可惜啊？其实我一直想要个女儿。哎呀，也无所谓男孩女孩。哎呀，你们再想想清楚吧，好不好？你看这凡凡马上就高考结束了，等他上大学了，你们不就没什么事儿了吗？正好接一孩子，再做一次妈妈多好啊！哎，实在不行，不是还有我吗？让我当干妈吧，好不好？我替你养，我也有时间了。我要是怀了，我肯定留着。我也不想他呀，谁想打自己孩子呀？烦了我几天了。那我跟孩子说，哎，又玩手机，来，跟你们俩说个事。什么事？这个，妈妈呢要做一个小手术，啊，不是生病，小事儿啊，妈妈怀孕了。怀孕了？男孩女孩？这还不
不知道的，这是刚。但是呢，我跟你妈妈呢，你跟你小姨啊，就是商量一下呢，还是觉得不能要这个宝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妈妈这个年纪啊，40多岁了，这个属于叫高龄产妇，就觉得她的身体怕她吃不消，而且当年你妈怀你的时候，她的反应就特别大，妈妈又那么瘦，身体本来就不是特别好。我们想说这个年纪了再怀个宝宝，再生还要再养，这过程太漫长了对妈妈来讲真的压力挺大的，所以我们想还是不要了。但是妈妈要做这个手术呢，这可能就这怎么说，它也是一个手术可能妈妈会有10天半个月的比较虚弱需要休息。咱跟宋霞阿姨也说好了，说你们吃饭就在宋老师那儿吃，你们回来有时候爸爸在外边工作，你们就帮着照顾照顾妈妈。方一凡，尤其是你行，就大概是这么个情况。当然还有个原因就是咱们家现在经济条件也不太好，是吧？咱们那个之前那个房子，你爷爷奶奶的事儿，对吧？咱这还租着房子，去年2018，这狗年不太顺利。行，就这么个情况，给你们俩说一声，想你们俩都已经大人了，家里事情你们都得知道，好吧？爸，我也去看看妈。去吧。小姨。干嘛呀？没多大的事儿，听到没有，凡凡？没事的，别影响你们学习。好了，没事啊。大晚上不睡觉干嘛呢？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你们。为什么呀？都是因为我来北京了，给家里面增加了这么大的负担，小姨和小姨夫才决定不要这个孩子的。想说什么呢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就算有关系，也是跟我有关系。你看平时我妈照顾我比照顾你辛苦多了。你学习又好，平时生活中也没让我妈操心。不要觉得说给他们增加压力，给他们增加负担，好不好？跟你没关系，别想了啊！好了，不，待会儿睡，没事。赶紧睡吧，表哥不行了。你们俩这怎么了？一个第一，一个有进步，怎么还蔫了吧唧的？王一吉说的对，以我现在这个成绩，离200还差着远着呢，更不要说1了，估计也就能考个2类的医学院校。你别现在就给自己泄气，你怎么知道你肯定就考不了1本呢？我自己学习什么样我不知道啊，我要好的话早就发光发热了。这艺术院校不都提早批吗？你还可以考2本啊，天无绝人之路。我觉得你这2个月吧，就拼命，说不定真能咸鱼翻身呢。就是，你看我之前跟你难兄难弟，这不也上来了吗？不是，咱们俩这不一样，你那是会不学，我那是不会，也学不明白，反正就是不一样。你别安慰我了，你看磊儿他就是，磊儿呢？林丽儿考了个第一，我怎么看着跟考了个倒数第一一样？哎，我听说学校好像要给他弄个什么，就是2019届状元提前表彰，估计找他谈过话了吧？提前表彰？对啊，有病吧？这得给他多大压力啊！
你说这学校负不负责任啊？胡闹！什么时候不说，非得这时候说？哎，磊儿，你怎么不上去啊？你坐这儿干嘛呢？磊儿，你呢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学，踏踏实实的考，别管他们什么2019届状元不状元的。我知道了，英子，谢谢你啊。不过我不是因为这件事情。那你是因为什么呀？小哥，磊儿，你没上去啊？没有，我得等你呢，我没钥匙上不去。哦，行，钥匙去。那我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顾方一凡他怎么了呀？什么情况？跟你说实话吧，他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学校的表彰，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呀，就是因为我爸妈不是不想那个孩子嘛，他们明天就要去医院。磊儿就觉得这事儿跟他有关系，他就一直伤心，一直伤心。其实他这种心情我挺能理解。你能理解？你怎么理解？你们家没有二胎，你能理解？不是二胎不二胎的问题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之前心情老是不好，不光是因为我妈给我压力太大了，更多的是因为我爸妈他们关系不好，他们是敌人，所以我心情老不好。磊儿这次呢，也不光是因为童阿姨不想要这个孩子了，磊儿觉得是因为他自己妈妈没了，爸爸也不管他，那他到了你家，你爸爸妈妈是不是就是他爸爸妈妈？这没错吧？但是你爸爸妈妈又不是他的亲生爸爸妈妈，这本质上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家呢，原来只有你，现在他来了，他就是这个二胎，但是现在真正二胎是不是来了？却要被拿掉。你说磊儿可不就觉得是他自己的错，他压力可不就大吗？我明白了啊，就是家里我是老大，对吧？我也明白了，只有我爸妈把这个宝宝生下来了，磊儿才不会不开心，对不对？行了，你别多想，这事儿让磊儿自己消化一下。咱回家。拜。哎，你现在别下呀，英子还没回来呢。先给它煮上，这汤里有味儿，知道吧？哎呀，好，越煮越有味儿。英子回来啦？回来啦！来，让妈妈抱抱。哎呀，妈妈太高兴了。什么情况啊？妈妈给你们李老师打过电话了，让你这次考了15名是吧？不是妈，我这之前考年级第2的时候，也没见您这么高兴啊。再说了，我这647分啊，也就只能考个普通的好学校，这北清都够不着的。哎呀，妈妈说的呀，不是这个分数的事情，妈妈是看你精神面貌变得这么好，哎，就是高兴。爸爸也高兴。来，你过来看看，爸爸给你准备什么好吃的了。来，你瞧瞧，麻辣火锅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喜欢啊，都是你爱吃的。你看看，是不是都是你爱吃的？今天咱一家3口啊，热热闹闹，高高兴兴，咱吃顿饭，好不好？好嘞。爸妈，你们俩能走在一块儿，我特别开心。哎，英子，那我得跟你解释一下，我跟你爸不是走到了一块儿，我们只是在做朋友，做好朋友。我知道，但您当年不也跟我说过吗？你们大学的时候也是先当朋友再谈恋爱的呀。那没错。我去开。哎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哎，你妈哦，正好，阿姨，我那个考试没考好，我想找你帮我用卷子。哎呦，现在真的好，不用换，来，进来吧。哎，磊儿也来了，来，进来，都进来啊！哎，正好我们吃火锅，一块。磊儿好点了吗？我特意把他带过来的，不然他坐在桌子旁边一动不动，还怪吓人的。你看来我这还得再加点这个。啊，加点吧，现在可以加了啊。哎呀，我帮你拿。哎呦，不用，小孩都不用站上去。磊儿怎么了？这模拟考不都状元了吗？怎么还心绪不宁的样子呀？磊儿啊，他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学习考试的关系，他就是因为，哎呀，我爸妈不是不想要那个宝宝吗？
他就觉得是他的原因，他来了给家里增加了个负担，所以我爸妈才不想。好，不说这个了，你先去吃饭。好，行。磊儿，你别老愣神了。我爸做的这火锅特别好吃，你之前不是吃过吗？我这一不开心，我就吃火锅，一吃火锅就没事了。莲儿，你心里的事儿我们都懂啊，没事儿。表哥费尽脑汁、绞尽脑汁给你想了一个 surprise。什么呀 ？secret 秘密。哎，你吃吧。来，给你来块鱼。哎呀，嫩嫩的。谢谢英子。还有啥？虾。对，你听见了吧？我听见了。磊儿这孩子心思还挺重啊。是啊。方圆也是，为什么不要那孩子呀？要经济上有问题，咱们可以帮助他呀。哎呀，话是这么说，这些我也跟文杰都说过，让他再考虑考虑。可是说到底，这不是人自己的事儿吗？决定还他们自己下呀。那倒是。这都是时尚杂志啊。这个是？这不是啊，这个不是。哎，我记得搬家时候拿回来了，不知道。上面也不是。哎，要不要去那边看看？啊，走。也没有。这个，哎。是走。你的手机。来，帮我取一下，我得挑几张，我放在这儿。这个挺好，这挺好的。这个，啊，对，这。这个好。哇塞，表哥，你还会滑冰啊？是啊，哎，你看，这是后海，等冬天的时候，我带你一起滑，好吧？好啊，我在南方都没见过冰和雪。行。这个不行，这个那换一个。我觉得小时候真的没有我现在好看啊。感觉挺可爱的，比现在好。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你是说我长刺了是不是？也不是，反正就比普通人稍微好点儿。你要是参加艺考、学表演、当演员的话，比王一迪差点事儿。王一迪？你提他干嘛呀？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你不会真爱上他了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好，不要解释啊！解释就掩饰，掩饰就是事实，不需要解释。哎，好了，够了。到电脑上，我说的是事实。哎，他这个照片怎么把那个鼻孔从小这儿？用那个 P 图啊。哎，你帮我把这个往右边移，往右边移。对，你把这修顺，这就是婴儿肥，你知道吗？我对，脸瘦一点，鼻孔小一点。哎，特别好。不行啊，表哥，你这样有点像女孩了，像英子。你看，你怎么又提英子了？两人这样不好呢。哎呀，不好，表哥，你看这个，你不要转移话题。我再往边上挪一点。皇上饶了奴才，皇上。哎，皇上饶了奴才，饶了奴才。哎呀，我要做梦了。我梦见我是太医，然后导演又让我试试太监，就让皇上过来给我切了。
哎呀，这天都亮了。几点了？啊？才6点多啊！你怎么起来了我也睡不着了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，这梦！哎呀，我也做了个梦。你怎么睡不着？我梦见肚子里小宝宝了。胖乎乎的，咯咯跟我笑，嘴上还有口水，还有味道，好香。想抱他，他也不让。我掰过来想看看他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。方圆儿，哎，我们真的不要他了。他会长大呀，会像方一帆一样，就在我们面前那么大，又漂亮，又懂事儿。你说这多美好！现在就不要他，怎么这么残忍呢？方圆，我知道，其实你说的对。如果生下他，我身体的压力，我们俩心理的压力，生活的压力，经济的压力，都很大。可生活不就是这样吗？哪家的生活不是这样？总是在你最痛苦、最难熬的时候，就突然跑出来一件好事儿，就突然给你一个惊喜。正因为有这个惊喜，你才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，不是吗？我刚刚睡不着，我就看着窗外，这天蒙蒙亮，挨家挨户灯打开了，我就坐在那儿，把我们前半生都想了一遍。我就想到肚子里这个小宝宝，我们经历的这么多的美好，他都应该有权经历，而我们现在要把它拿掉。媳妇儿，我昨天晚上睡着之前也在想，我是不是太急着推卸责任了？其实我不是一个没担当的人，可能是因为自己岁数大了，我46了。说话47，人到中年，很快就是年近半百。我有时候觉得就压力特别大。你看我每天开着车在外跑车去配音啊，我其实是一个挺喜欢乐乐呵呵的人，但我其实心里觉得压力特别大。我有时候开着车在街上，我就觉得特别累，就想睡觉。我就把车停在路边上，看着窗外 ，CBD 写字楼，我原来也在里边上班，就看那些人跑来跑去，人来人往，那些人都不知道着急忙慌的忙啥呢，脚不沾地的。我在想，是不是人这辈子就注定得这样啊？就注定了得忙忙叨叨。小的时候在父母身边，什么事儿父母都给操持好了。突然有一天你长大了，就得是忙忙碌碌、含辛茹苦，就好像有一个东西，我就看着他们，就觉得那东西好像就是要让你吃下去。可是那东西不酸不甜，不苦不辣，嚼又嚼不动，咽又咽不下去，
可能生活就是这么安排的吧，就是让你过一些难过的日子，不好过去的日子，然后就像刚才你说的，后边就会有好日子、好事情突然跑出来。我看着那些人就在想，是不是我们就应该要过这样一段日子？我就在想，我们还是得相信啊，日子会越过越好，明天会更好。我们要相信，只要我们开开心心的活着，苦日子一定会过去的。要相信明天，相信朋友圈里边发那些鸡汤文，它都是真的。文杰，这孩子咱们留下来。留下来，相信我啊！我会努力的啊，让生活变得更好，让日子过得去啊！咱们俩都多付出一点，勇敢一点，多担当一点，总会过去的。让这孩子也能开开心心的、快快乐乐的来这世上走一遭，活下去。好了，这真是把他吓坏了哈。好了好了，头发都变丑了。我饿了，我也是。我想吃油条，再来点豆浆、糖油饼，再来点荷包蛋。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冰棍。吃冰棍？还要吃西瓜。这刚决定留下来，你就开始害喜了。想吃好几天了，不敢吃。你这反应也太快了。媳妇儿，哎，你赶紧收拾好，咱们走了。小姨夫咋？你们俩这看什么呢？王一凡，你是不是看什么不该看的呢？啊，是不是看那个呢？没有啊，别让妈妈知道吧，到时候。哎呀，什么呀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哎，来，正好，哎，这人齐了，咱们正好啊，这个宣布一个事情啊。这样，好事你来宣布啊。你怎么了？还打哈欠了？没睡好呀？磊儿，啊，眼睛这么红？没事。啊，那个跟你们正式宣布一个家庭重大决定啊！我跟爸爸啊，跟小姨夫，我们俩决定把这个宝宝生下来。啊！干什么一惊一乍的？干什么呀？你别吓着妈妈。不白忙活了吗？忙活什么呀？怎么回事啊，磊磊？王一凡，啊，说话。表哥啊，还放吗？放呗。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不是，我做了一个视频，本来说劝劝你们把宝宝生下来。那现在你们不是决定生了吗？那这正好皆大欢喜，把这个视频就当做给宝宝的礼物，多好啊！那我给你放给你们看，我放给你们看。
妈咪啊，今年呢，我和磊儿就去考大学，上了大学之后呢，就去工作，工完作发了财，我们就离开家。哎，不过这样，你看啊，有个宝宝在你身边，我们还更放心呢，对不对？我们赚点钱以后，我们给你养这个宝宝，好不好？对，小姨，我一定会发财的。挺好，行，该刷牙洗脸去，上学了。行，好。看着方一凡小时候，你看真挺好，跟昨天似的。行了，别哭了。你这人真是的，好事你也哭，伤心你也哭，你眼窝子也忒浅。哎，突然有一灵感，孩子名字我都给起好，叫什么？叫朵朵。为什么叫朵朵呀？朵朵呀，就是咱们想躲过去，但躲来躲去的没躲过去。我不要，难听死了。不好听是吗？嗯。那换一个叫淘淘，淘来淘去没淘掉是吧？不是，那叫什么？叫碧碧怎么样？为什么？挺好，行，赶紧刷牙洗脸去，上学了。行，好。看着方一凡小时候，你看真挺好的，跟昨天似的。行了，别哭了。你这人真是的，好事你也哭，伤心你也哭，你眼窝子也忒浅。哎，突然有一灵感，孩子名字我都给起好了，叫什么？叫朵朵。为什么叫朵朵呀？朵朵呀，就是咱们想躲过去，但躲来躲去的没躲过去。我不要，难听死了。不好听是吗？那换一个叫淘淘，淘来淘去没淘掉是吧？不是，那叫什么？叫碧碧。为什么叫碧碧？真的决定要了？真的决定了，他们现在正起名字呢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就一直跟文杰说，这个孩子就应该留下来嘛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芳芳，我好羡慕你，我一直想要个弟弟妹妹呢，多好玩啊！现在看来啊，我只能蹭你的弟弟妹妹们玩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以后我的弟弟就是你的弟弟，我的妹妹就是你的妹妹，我反正就是，对吧？哎呀，我不就是你的弟弟吗？以后我就叫你姐姐。那我这现在就可以玩了，可以玩了。拿走。姐姐。我做了汤了啊，一会儿喝汤好不好？热乎乎的。好，来。哎呀，咱这一家啊，其乐融融，真好。把那递给我。等着啊。等会儿我帮你。来，我们仨干杯照一张。来，我发朋友圈。真好，真好啊！谁跟你是一家子呀？胡说八道的。你信不信？现在英子肯定盼着我回归家庭呢。是。他呀，还盼着上火星呢。你也都帮他实现啊！我同意。哎，你们怎么光这么吃啊？不蘸酱的？啊？这个酱，这撕开了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蘸过中式的酱吃啊？中式啊？没有。我给你们找一点别的酱，有没有吃过豆瓣的？啊？豆豉的？酱豆腐呢？酱豆腐，我吃了。好吧，我可试过，我试过的，味道绝对的奇特。哎呀，那味道绝对特别特别。等着啊，我给你们拿去啊。谢谢阿姨。这能吃吗？我去给他们拿去。英子，爸爸宣布一件事情，正好一凡和磊儿也在，给叔叔做个证。爸爸和妈妈复婚了。爸是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。妈是真的吗？对。爸，我爱死你们了！爸爸也爱你，爸爸也爱你啊！恭喜！来，恭喜！来，孩子们，来，咱们双喜临门啊！来，干杯！
特大新闻，特大新闻！我跟你们说，哎，怎么鞋都不换？不要咋咋呼呼的，怎么回事？我跟你们说，就是刚才我还有磊儿，还有乔叔叔、宋佳阿姨。行，打住，放一放。你说什么？啰嗦说不清楚。磊，你说怎么了？就是乔叔叔说，他要和宋佳阿姨复婚了啊！复婚？这乔叔叔亲口说的。那宋阿姨怎么说的？宋阿姨她就笑，是怎么笑的？我真的假的？哎，这不对呀！宋茜要是跟乔卫东复婚的话，他肯定第一时间先告诉我呀。而乔卫东也会跟我嘚瑟一下啊，对吧？前2天碰上我还跟我说呢，说这回回来就是为了英子，没提这复婚的事儿。这真的假的？哎，你说，乔卫东要是一冲动提出个复婚，他那个性倒有可能，但是宋老师不应该啊，这么理智一个人，他不可能瞎答应这种事儿。那咱上去问问去。哎，这事儿不能问，这人家真打算复婚，自然会告诉咱的。你去打听人，以为打听人家隐私是多不好啊！但是啊，如果没打算复婚，再上去瞎问，这不尴尬吗？这，我跟宋茜是有什么尴尬的呀？那不这种事还是啊，你这边我过去。谁呀？来，我去，你的谁？快递。哟，英子，来找咱们俩玩是吧？去吧。哎，我问你，好，去。你妈跟你爸复婚了？对啊，真的呀？哎，小心这个，哎，好，高兴的吧他？我请他马上看电影去庆祝一下。去吧。妈你来。哎，你看把他高兴了。哎，这孩子都这么高兴，他应该8、9不离7是真的吧？那是。我就有一种直觉，我觉得乔卫东对宋茜念念不忘。你说乔卫东这是什么行为啊？啊，好马不吃回头，不是这意思。兔子不吃窝边野，狗改不了吃屎。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呢？啊，狗是乔卫东，但是宋老师肯定不是屎。哎呀，行了。那个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我觉得这事儿啊，这宋老师肯定还是有点意思的，啊。宋老师没有缝，乔卫东也不可能往上扑啊。觉得还是因为英子吧。不，这事儿这样啊，一会儿咱俩上去道个喜，真的假的，一道喜一摸底，自然就清楚。可以。宋茜，没啥叫唤。那个方儿给我发信息说英子看电影去了，我不放心，我过去看看去啊。你给我回来。怎么了？红姐也给我发了，俩大男孩保护她，你怕什么呀？过来，我跟你说两句话。啊？过来，我跟你说两句话。上个厕所磨磨唧唧的那么半天。说吧。乔卫东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想起一出是一出，谁答应跟你复婚了？我这不是为了给孩子治病吗？你看英子知道咱俩要复婚了，孩子多高兴啊！就为了他高兴，你就顺着他瞎说呀？那将来怎么办呀？将来再说将来，孩子现在痊愈了最重要。反正我告诉你啊，我绝对不会答应的，这是原则问题。你以为我是为我自己啊？我是为了英子，英子高兴了，咱俩就高兴；英子难过了，咱俩就难过；英子抑郁了，咱俩就抑郁。现在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哎呀，道理我都懂，可你这还是在骗他呀！你将来怎么说呀？你好好想想吧，自己刨个坑自己去填。哎呦，气死我了！哎，来了，谁呀？哟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我问你说为什么我们来？进来。恭喜恭喜啊！我听凡凡和磊儿说你们俩要复婚了啊，这是几个意思呀？哎呀妈！乔卫东，你看，假的。这么回事儿？哎，我佩服你。乔卫东，你行啊你，想一出是一出，张口就来。你问过宋茜吗？她同意吗？就是完全是无赖行径。是啊你。你要是打算把那个生米给他弄成熟饭，你是不是应该把火先给拧开呀？方圆，是我呀，真没想跟宋茜复婚，我就是口头这么说说，那不是欺骗英子呢吗？不是，你看啊，这次一模考试，英子考得非常好。那什么原因啊？不是因为咱俩关系缓和了吗？所以说呀，咱们俩好了，英子才能好啊。哎，我觉得啊，我觉得老乔这，我能举手发个言吗？
我严肃认真的说啊，我觉得其实乔卫东啊，他刚才这个想法啊，也不完全不靠谱，还挺贴谱的。不是，你先别批评我，不是，你听我讲，他这事儿，他是从孩子出发的，是吧？他首先想的是孩子的事儿，他从孩子的角度出发，我觉得这他还是这事还是对的。英子现在是等于是生着病的，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，他都需要一个时间来慢慢的缓和这个事儿。他毕竟是个孩子，心结没有那么快就能打开。他的心结是谁呢？心结就是他们俩。你在孩子心中啊，爸爸妈妈是朋友，你俩现在是朋友了，和爸爸妈妈是夫妻，那还是不一样的。那他老觉得这朋友的关系还是没有夫妻的关系牢靠，他老担心呢，万一哪天你俩不是朋友，崩了，他可能又崩溃了。第二点，对不对？英子这回一模考试成绩不错，说好就高考，还有2个多月，可能这就是个转折点，也可能这咔一转，英子彻底好了，也可能没转好，更糟糕。这样说啊，他没征求你的同意，这绝对是他的问题，乔卫东，你这不对。但是他的出发点绝对是好的，所以他想还是为英子身体考虑，这事儿也不完全不靠谱啊。老乔，我支持你。方圆说的对，我作为英子的爸爸，我受点委屈都无所谓，为了孩子嘛，是不是？说难过，哎，我为了孩子，我受点委屈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不是乔卫东，哎，你跟宋茜复婚还委屈你了啊？宋茜，我真没想跟你复婚，王八蛋才想跟你复婚呢！我跟你。你说什么呢你？不是，他不是这意思，他是说他要是喜欢宋茜，他就是王八蛋，他不是说别人是王八蛋。行，你别解释了你。宋茜，你这样，你不是擅长出计划表吗？你出一个计划表行吗？咱定个制度，你说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，我坚决执行，好不好？行了，你也别逼他了，让他好好想想。好了，宋茜，宋老师，他也是为孩子好，是吧？他这个啊，行，都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我好好，别生气，我再想想。哎，说点高兴的事儿。哎，听说没有？我们决定把这孩子留下来了。啊，知道了。对，听俩孩子说了。对，说了。对。本来也没说要打。对，我们俩就是犹豫，本来想着来着，但是后来一想，说还是留下来吧。对，也是你的主意。不是，前面是我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都是他干的。那倒也是。哎，你这样春节前生还是个小珠宝。那可不，哎，而且我们响应国家号召，坚决生个2胎。真的，我前一段还看了一个那个网上有个视频节目，你知道吗？说人家美国用了90年，人口才老龄化到了深度老龄化，咱们30年，就因为前面的计划生育。你说，咱不说那计划生育的事了，但是确实是啊，所以现在生2胎就是属于为国做贡献了。对，再有难处我们自己扛，对不对？我们绝对不能给国家添负担呀，是不是？这不是还有干妈呢吗？就是我是干妈啊，哎，记着啊。是啊，当然要是能再生个女儿，那就完美，儿女双全。女儿好啊，你是不知道。我是生不了2胎了，要不还是要个女儿。但我跟你讲了，乔，生2胎这个跟男的没关系，关键是看女方。你找一年轻的，随时就生了，真的。你是吃饱了撑的还是怎么着？这乔卫东说的。我没说话呀，我什么也没说呀。哎，媳妇儿，哎。我给你煲了个汤，一会儿孩子回来你们可以一块儿喝。哎呀，你别玩手机了，哎，你少玩手机，这有辐射。你有毛病啊！手机能有多少辐射呀？多少有一点吧。你这忙什么呢？我想给俩孩子买个保险。你旁边人买什么保险啊？就是你看人外国家庭不是都是孩子就很小就买保险了，我觉得这观念挺好的。你看我挑了一个平安符。我想预约个客户经理聊一聊。回来了。哎，电影好看吗？好看。看的什么电影啊？啊？哎，等会儿。哎，我妈呢？啊，在床上躺着呢。妈咪，阿姨回来了。怎么样啊？今天电影好看吗？挺好的，好看，挺好看的呀。啊。哎，方一凡，下去，你脏了吧唧的，别他妈床上蹭，你这都是细菌，赶紧洗手去。洗手，吃点东西去啊。正好包了汤。先洗。来，你先洗吧。我先洗手。
王一凡，爸爸想跟你聊两句啊。你这回这个一模成绩可是有点不理想吧？啊，我不会像妈妈那么对你那么严厉的，但是不是成绩适当得过得去？你不能老想着你那个什么3个什么艺考那通过证，对吧？你艺考过了也得有高考给你保驾护航才行啊，要不能考得上吗？最好啊，稍微抓点紧，行不行？哎，爸跟你说一好事啊，乔叔那给英子之前报了一个什么线上教育，啊，不用本人去啊，你跟家里拿个 iPad 就能学，叫掌门1对1，说上面都是金牌教师，特别好。他这英子现在人年级15，啊，肯定用不上了，啊，磊磊年级第1都用不着了，人乔叔正式把这送给你了，行不行？咱用这最后2个多月时间稍微突击一下，好歹你够个2本，对吧？万一你要是那个艺考那个，你那专业名次又不是很高，万一考不上，你好歹是不是能上个2本？或者爸爸就把那什么账号密码都给你，赶紧跟人老师约上。行，好吧，我努力啊。我问你啊，他真跟你要复婚啊？哎呀，那天不是就说到那儿吗？也是为了英子。哎，我是才不会理他这茬儿。你真这么想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说干脆就复了也挺好的呀，不是英子我想你们俩复吗？他想得美，他想复我也不会复的呀。是吗？你干嘛？你是没心操了呀你？谁说我没心操？烦死了！又说方一凡的事儿，怎么办啊？你说他这成绩？哎呀，他一模还是有进步的，你别太悲观了好不好？进步的跟蜗牛爬似的。别这么说他，倒是你怀着孕呢，你才应该像蜗牛爬。哎，文姐，哎，周老师，哎，好久不见了，丽丽妈妈，哎，怎么样？我还没来及问候你呢，有个宝宝啦。哦，是啊，你听谁说的？弟弟呀，你家凡凡在学校大肆宣扬呢。啊，我这哥是死孩子，我跟他说别出去说，别出去说。还没满3个月呢，不能往外说呀。对，哎，对，没到3个月是不能往外说，帮我保密啊！放心，好事儿。行。哎，你们俩干嘛呢？你这是美滋滋从哪儿回来呀？我刚做了个瑜伽，然后又做了个美容。迪迪一不用我操心，我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啊。你们家迪迪是真好啊！哎呀，他是命好，人家现在把暑假生活都安排出去了，说要进山做活动。啊？暑期的活动现在就安排了？什么活动啊？叫柠檬小巨人儿，还是公益活动。哎，就是进山带孩子们一起教他们戏剧表演。哎呀，一边玩一边公益呗，真好，太羡慕你，太能干了。哎呀，哪儿教的真好，哎，都好。我回去做饭去了啊。哎，你忙，哪天咱们再好好聊啊。好，别说去，放心，我嘴严了。不是，来。你说这方一凡是不是大嘴巴？哎，他也不会说这话。这你还不放心？明天啊，全院都知道。人不是说了吗？他嘴最严。
干嘛打不成这样？看看这个，不是说好咱就说说吗？你怎么还真做2个假证去啊？咱闺女冰雪聪明，你不办个假证，你说她能信吗？得有说服力，把这事儿做实。你看看，做假证不犯法啊？这我自己做的。你还有这本事？那可不，多才多艺的，快！你自己做是不是也犯法的？咱又不出去骗别人，就在自己家里，让闺女高兴高兴，能考出个好成绩。哎呀，那你这做的也太假了，这一看就是假的呀！假吗？是，咱是骗孩子，但咱不是骗3岁的孩子，咱家姑娘都18岁，这一眼这他18怎么了？18他那么笨，他也没见过结婚证呢。啊，他又笨了？嗯，不，那这假吗？这你看这章都是糊的。所以啊，这个事儿需要你的配合。我怎么配合呀？姐也不说话。拍电视剧呢你？来，看看今儿咱吃什么？什么情况啊？今天这么丰盛？哎呀，你要喜欢，以后天天可以这么丰盛。真的？看看妈妈有没有什么变化？不是妈，你咋还涂了个口红呢？漂亮吗？漂亮。今儿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今天爸爸妈妈，让我来猜猜，你们今天不会是去领证了吧？我说什么来着？咱闺女冰雪聪明。行了，拿出来吧，给孩子看看啊。真的？啊，真的去领证了？啊！我的妈！让我看看这个。哎，我你们也太那个了吧！行，好了，那个，行了，看看得了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弄脏了，你弄脏了。哎，对，行。你们这照片是不是有点糊啊？都不像你们自己了。啊，嗨，都那么大岁数了，怎么拍也拍不好了？是，我和妈妈轮廓现在都不行了。好了啊，有了他啊，就证明在法律意义上来讲，咱们一家3口是一家人了。吃饭，耶！哎呦，吃饭，要喝茶。这个嘛，别瞎闹，这个。妈，我这口红呢？哎呀，我没有。快吃！这个。哎呦呵，耶！好，怎么样？踏实了吧？踏实了。那我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？庆祝！不要庆祝啊！来，开酒啊！好，不喝，我庆祝一下。那我要喝可乐。哎呀，喝这个，喝，孩子爱喝什么喝什么。喝可乐。喝可乐。我站在那儿，我去拿。拿底下的那个。哎呦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傻乎乎，我根本就没看出来是假的。耶。干嘛？没事。找着了吗？找着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刘静，咱们坏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各项指标都不是很好，我看咱们还是去瑞士吧。哎呀，早治早好，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也不放心啊。今天呀，陈书记跟我谈话了，希望我呢去中海市调研一段时间，说中海市委班子会有新的委任。我觉得现在不是合适的时机。我就想留在北京，
陪着你，陪着洋洋高考。去中海调研，那是不是要提拔你啊？陈书记说，组织上需要我呢，负责中海的全面工作。那就是市长啊，你应该去啊。我现在没心思，我已经跟陈书记表过态了。咱们折腾了大半辈子，这是你的理想啊，你怎么能忘了呢？做一方父母官，造福一方，这不一直都是你想要的吗？是啊，忙活了大半辈子，也漂泊了大半辈子。现在你生病了，杨又要高考，我就算没有理想了，我也不想再漂。咱们一家人应该在一块儿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为了这个家好，但是我不同意你这个决定。当初你妈去世的时候留下的那些话，你都忘了。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能在事业上有成就，能够为百姓多做事情。况且你才45岁啊，正是年富力强，可以有所作为的年纪。瑞士我不去，我就留在北京，在北京做手术。在北京做手术？我今天给陈医生打过电话了，正好我这期化疗也快做完了，下周检查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可以安排手术了。当初你是选择不做手术，咱们才化疗的，你怎么突然又想起在北京做手术呢？也不算是突然吧。当初北大的教授，他不是就是建议手术的吗？那时候我觉得做了手术，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嘛，所以才选择的化疗。还有那天你跟洋洋、刘铮，你们3个演的那出戏，非要让我去瑞士，我就觉得太折腾大家了。尤其我看着洋洋每天担心的那个眼神，还有你为了我耽误了工作，我心里不好受。刘江，你不要有杂念。我和刘铮啊，认真研究过了，选择去瑞士治疗是对你身体伤害最小的。要不，你再考虑一下。那天晚上我回来，我就考虑清楚了。老季，能拥有你和洋洋，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儿了。以前咱俩到处跑，愧对了洋洋，这是咱俩最大的遗憾。这1年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我再去瑞士，那咱们仨不就又分开了吗？而且还错过了洋洋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大考，那这个遗憾不就更大了？其实，身体上的完整不完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咱们这个家完整，那才叫完整。真是造化弄人啊！回到我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，没想到竟然躺在了冰冷的地上。乔伟东，怎么着？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是不是约法3章全忘了？爱睡不睡？没忘。不许上床，不许无故和你搭讪，不许打呼噜。你这约法3章，哎，是不是太苛刻了？不许打呼噜，这我都睡着了，我也不知道我打没打呼噜啊，我控制不了啊这。那我可管不了，你打呼噜我怎么睡啊？我睡觉轻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爸妈睡了吗？啊，英子，有事儿啊？
我那个充电线您能借我一下吗？哦，好好好，你等一下啊。不是不让我上吗？别废话，赶快上来！你这一会儿上一会儿不上。啊，来了啊，来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我的充电线落学校了，能借您的一下吗？哦，充电线哈啊，你等着啊。哎呀，英子啊，晚上别看手机了啊，早点睡，注意眼睛。来，谢谢妈妈。晚安，爸妈，我睡了。晚安，好闺女啊，拜拜。行了，下来吧。我怎么就下去了呢？这不是让我上来的吗？这又让我下，我到底是上还是下呀？我在一个什么位置？你给我耍无赖是不是？你下不下来？我不下，我在这儿躺着挺舒服的。行，你厉害，那你舒服着吧。我去英子那儿住。这不都下来了吗？赶快赶快！你现在真是长能耐了啊！你都给我翻的，我都找不着了。别人要睡觉。告诉你，那书你要掉下来砸着我，我跟你没完！我跟你，让你乱扔呢。该起来了。啊！到时候英子该看见了，快点快点啊！哎呀，现在怎么还养成打呼噜的习惯？我昨晚上都没睡好。上床了，你起来，这干嘛呢你？找叔叔，这实在是受不了了，这地上太硬了。哎呦，我这腰酸背疼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今晚不等睡了，再睡我就上床睡了。你赶紧给我想办法。帮忙也就算了，还在那嘲笑，这什么人呢？这是。哎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这玩意儿就是麻烦着呢，吹起来得半天，到时候撒气的时候也得半天呢。你告诉你就折腾吧啊，到时候再让英子发现了。我不睡这个行吗？我去看中医，人中医问我是不是住地下室，说我身上就全是寒气，你知道吧？就这地板这寒气给我弄的。你看看我这手腕。行了你，别说，这些年你还真是挺有进步的啊！这故事编的真是越来越像真的了。来，让。我编什么故事呀？宋倩，你能不能看在英子的面子上，你对我好点儿，让我睡床上？我这几天疼的我睡不着觉。怎么对你好啊？哎，乔卫东，你能不能有点契约精神啊？咱们当初怎么说的？啊，张口就来，谁说要跟你复婚了？我那不是一激动，可是结果好啊，英子多高兴啊，孩子。既然结果好，
那你就坚持啊，再多做点牺牲啊，继续。青竹蛇儿口，黄蜂尾上针，两者皆不毒，最毒妇人心。哟，哎，你今儿干嘛呢？妈，我爸这怎么了？他是不是病了？哦，没有，他锻炼身体呢。你们还不睡呀？睡了。来，快去吧。能不能小点声啊？瞧你这点出息！刚英子都听见了。他没怀疑什么？我跟他说你健身呢。是健身。点出息，那么大声。这跟健身差不多。给。这什么呀？膏药，给你贴腰的。谢谢。感谢啊。哎呀嗨，来，我帮你吧。